大家好，你可能以为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都是神怪传说，但其实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地理志。今天我们要从大荒经出发，看看8000年前的伏羲氏是如何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的。伏羲氏，8000年前的文明启动者，除了象形文字之外，还带来八卦、婚姻制度、初步农耕和渔猎技术。大荒经分东、西、南、北4经，真正的原文应该用词简单直白，没有后世家的神怪故事。后世添油加醋，把伏羲的探索变成神话怪物大全。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就是去掉杂质，还原真实世界。大荒经的原文与世界位置。原文的取得，剔除后世神怪与附注，只保留简约原文。例如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，姬姓，石鼓，有人方耕，名曰蜀君，地晋生季，季降以百谷，季之地曰台喜，生蜀君，蜀君是代其父及季播百谷，始作耕。其中只有西周之国，石鼓7字是真实记录，其余则是后人注解穿凿附会。4经对应世界区域：东经、北美洲；西经、中亚、南欧、北非、印度等地；南经、澳洲、南美洲；北经、远东西伯利亚至欧洲。如何判定大荒经位置呢？例如大荒南经中对澳洲的记录：南海之外，赤水之西，流沙之东，有兽，左右有手，名曰触梯，有3青手相并，名曰双双。触梯是描述袋鼠，而双双是描述无尾熊。无尾熊与袋鼠是澳洲独有的动物，非常具有标志性。此外，南海之外也只有澳洲才有沙漠，古代即为流沙。无论是东亚或东南亚都没有沙漠，所以几乎可以断定大荒南经有澳洲的部分。将海外经与大荒经整合，就能够描绘伏羲时代的世界。海外经是伏羲氏族对周边各国的探索记录，文化交流热络，文化程度相近。大荒经则是海外经之外的世界，由于文明开发程度普遍较低，所以称大荒。至于海内经，则是3000年后大洪水时期的实录，例如伏羲时代的湖不语，已经分裂为大洪水时代的东湖与西湖，而湖人的称呼根源于此，可谓源远流长。全球文明农业同步的现象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农业真的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兴起吗？其实是的，但这背后有很重要的原因。7000年前，黄河、两河、印度河、尼罗河流域的文明都已经开始耕作农田，驯化动植物，农业的萌芽同时出现。这种同步现象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伏羲氏文明传播的结果。伏羲氏族从东方出发，向全球探索，将象形文字、生活技能和农业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。而后来的神农氏更加大了世界文化的交流。
他们在山经中详细记录了地理、矿藏、草木及其他资源的应用方式，也留下了尝百草的故事。这些记录不只是神话，而是真实的农业、医药与物产管理指南，显示当时东方文明已经有系统的整理知识，并能传递给其他地区。如果我们对比世界其他地区，会发现一些原始部落仍然保持原始采集狩猎生活，比如南非的某些部落、澳洲的原住民，他们仍然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，没有发展出稳定农业。这个对比说明了全球文明同步发展，并非自然巧合，而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结果。伏羲氏的探索和定居，正是促成各地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。补充佐证，榫卯结构在多地同时出现，显示建筑技术和文明思维的交流。伏羲氏族选择的宜居气候带，多数文明萌芽区域集中在这里，就成为现代人好奇的文明诞生地。北纬30度线。伏羲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。伏羲氏文明的核心工具是象形文字，这些简单符号虽然数量稀少，但承载了重要知识，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，跨越海洋和大陆，影响了全球多地文明。东方文明因文化连续传承，抽象概念得以清晰表达。生字在八卦学说里象征生生不息的原理，东方人理解这个概念毫无困难。西方文明则由于文字和文化断层，多神论与神话乱伦盛行，以致后世演变为严格的一神论。这说明文字的传播与文化连续性对文明发展有深远影响。伏羲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，他们的探索、定居、文字与制度传播，实际上促成了全球文明的同步进步。这种文明播撒是和平共荣，而不是征服与掠夺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翻看《大荒经》或《海外经》，不再只是看到神怪故事，而是伏羲氏带领族群探索世界、播撒文明的真实历史。他们的智慧、文字和制度不仅影响了东方，也潜移默化地形塑了世界文明。希望今天的影片能让大家对伏羲氏、大荒经以及古代文明的全球联系有更深的认识。